公安机关问的材料，98%的都是他们自己撰写的。如果说我说错了，把头砍下来当皮球踢。这个要把头砍下来当皮球踢的是个狠人，他独霸河南10余年，被称作当地的黑帮教父。他欺行霸市，垄断市场，以残忍的手段盘踞在纺织、服装、托运等行业，疯狂榨取百姓的血汗钱，敛财高达上亿元。他曾率领200名小弟跨省抢夺地盘，用暴力手段剿灭了浙江的部分黑帮势力，全身上下血债累累。他披着合法外衣创办公司，干的却全是非法勾当。黄赌毒一样不落，强制控制妇女，除了服务自己，还强迫他们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来获得泼天富贵，简直是冷酷无情。有人说他的手段和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东北的乔四，但我觉得乔四比他底线还是高一点。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这位心狠手辣的黑老大就是河南郑州宋留根。在电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黑社会头目被描绘得十分嚣张，令人憎恶。影视作品为了增加戏剧效果，经常会将这些黑社会头目塑造成几乎无所畏惧的人物，即便他们最终被捕，面临死亡时，依然表现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但事实上，任何人都怕死，黑社会的头目也不例外。即便是这些曾经无恶不作的人，当他们被逮捕，面临死刑时，也难掩内心的恐惧，甚至会因为害怕而发抖。近年来，随着国家治安管理逐步严格，许多黑社会组织被打压得越来越少。但是在千禧年左右，黑社会却是大量存在的。2003年，郑州火车站举行了一次联合抓捕行动，3元酒店内的卖特殊服务、赌博场所被彻底捣毁，警方当场抓获涉案人员数十名，收缴赌资、银具等涉案物品一大批，成功捣毁了河南省当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就是宋留根，他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地区最大的黑社会头目。而作为这一切犯罪活动的幕后总策划，宋留根也在同年8月被郑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其主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始分崩离析，各大批发市场的商户更是敲锣打鼓。那么这个团伙到底犯下了哪些罪恶？我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河南郑州，提起宋留根，当地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这个叱咤河南10年的黑社会分子，利用自己的能力带领手下犯下了无数的恶行。1963年，宋留根出生在河南许昌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就把宋留根托付给了爷爷奶奶照看。因为缺少严格的管教，宋留根打小就特别调皮捣蛋，成了老师办公室的常客。虽然他心思没怎么放在学习上，但他却长了个聪明的脑袋瓜。他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高中。在读高中的时候，宋留根根本没把心思放到学习上，而是成天惹是生非，向同学索要钱财。老师让他罚站思考自己的过错，但他却趁这个机会溜出了校门。出了校门，他就和街上游荡的地痞们混在一起，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丑事儿。宋留根就这样熬完了3年的高中时光。高中毕业后的他被安排进了国棉厂工作。在当时来看，这样的工作就是铁饭碗，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进不来的。但宋留根却不屑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他想要的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没过多久之后，他干脆辞掉了工作，和一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城西一带瞎混，靠着惹是生非、打架斗殴来混口饭吃。在这段时间里，他屡次犯事，也因此蹲了好几年大牢。但出来以后的他还是老样子，一点没改，继续在当地当起了小混混，反而变得更加无所顾忌，偷抢打砸等恶行不断，进一步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特别赚钱的门路。在那个年代，有2个行业特别兴旺，一个是铁路运输，另一个就是棉纺织。宋留根在进入国棉厂干活的时候，就琢磨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宋留根就把坏心眼转了起来，把重心放在了棉纺织业上。他首先联系了以前认识的混混们，拉拢了一大帮臭味相投的马仔。随后，宋留根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经营理念，以纺织业为中心，以暴利为手段，以赚钱为第一要务。在这样黑暗的思想下，宋留根很快就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1993年春，29岁的宋留根刚刑满释放不久，与当地的小混混头目马献洲和郝洪山等人结识。因为有过服刑的经历，他很快就成为了众人的老大，这也是他之后领导的黑社会团伙的雏形。就在这个夏天，他领着一帮手下抄起棍棒，跑到那个批发市场，对着做布料买卖的商户又是威胁又是恐吓。
硬逼着他们赶紧搬走。还没到1个月，这块地盘就差不多全归他说了算了。靠着这种不入流的垄断手段，获利颇丰。虽然那些商户们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于对方的强大实力，只能任由他胡作非为。这个时候的宋留根狂妄到了极点，他把自己称作是当地的纺织大王，他根本不把任何竞争对手当回事儿。尽管每天都能赚得盆满钵满，但他的贪心已经让他完全找不到北了。拿下棉纺织业的控制权后，宋留根又把主意打到了布匹托运业务上，而原托运商冯双庭成了挡路石。冯双庭在市场内经营多年，为人仗义，手下有一批固定客户，不愿向宋留根的威逼低头，多次拒绝其合作分成的无理要求。有人提醒宋留根，想要在友爱路上立足，就必须干掉冯双庭，这让宋留根下定决心杀鸡儆猴。当年8月23日，郑州的夏夜格外闷热，宋留根提前摸清了冯双庭的作息规律，精心策划了一场蓄意谋杀。他带领陈华、王强等数名打手，携带改装过的猎枪，埋伏在冯双庭回家必经的纺织大世界后门小巷内。当晚9时许，当冯双庭骑着自行车载着妻子驶入巷口时，埋伏在黑暗中的宋留根团伙成员突然冲出。在宋留根的示意下，陈华直接举枪射击，子弹精准击中冯双庭的头部，导致其当场从自行车上摔落，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冯妻见状陷入恐慌，试图上前查看丈夫情况，却被王强用枪托狠狠砸中头部，当场昏迷。此次伤害也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枪声虽惊动了附近居民，但碍于宋留根团伙的凶残气焰，无人敢贸然上前干预。宋留根等人作案后从容撤离，撤离前还对冯双庭的尸体进行了踩踏，以此进一步彰显其暴力威慑。这起明目张胆的杀人案成为了宋留根团伙崛起的投名状，彻底震慑了市场内的其他托运商。在巨大的恐惧之下，其他托运商要么主动退出市场，要么被迫向宋留根缴纳保护费，将托运业务的控制权拱手让出。短短1个月内，宋留根便成功垄断了友爱路市场的全部托运业务。仅3个月时间，团伙核心成员每人就非法获利2万多元。而重伤的冯妻苏醒后，面对宋留根团伙的死亡威胁，为保全自身及家人安全，最终不得不放弃追责，带着孩子逃离了郑州。从此，这块地盘就差不多全归他说了算了。靠着这种不入流的垄断手段，宋留根毫不困难地获取了几十万元的利润。虽然那些商户们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于对方的强大实力，只能任由他胡作非为。到了1995年年底，宋留根的生意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他手底下掌控的商户多达2500家，其谋取的暴利更是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1995年起，随着郑州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拆迁至纺织大世界，宋留根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深知纺织大世界的货源大多来自浙江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控制了货源地的货运渠道，就等于扼住了整个郑州纺织品市场的咽喉。于是他派心腹马献洲常驻柯桥，开办托运部，开始了跨省垄断的布局。马献洲带着打手在柯桥采取先摊、殴打、威胁的3板斧策略，很快逼得不少商户屈服，但也惹恼了当地的狠角色。绍兴柯桥铁路快慢件托运部负责人马清波。马清波在柯桥深耕多年，手下也有一批打手，还非法持有猎枪，不愿轻易交出这块肥肉。1998年10月，马清波拒绝将货物交给宋留根的托运部，还带人砸了宋留根团伙的托运点，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必须把柯桥的山头打下来。宋留根得知消息后，亲自带着10余名骨干，携带2支猎枪和数十把砍刀，乘坐火车火速驰援柯桥。10月12日中午，宋留根团伙与马清波团伙在绍兴县柯桥镇老公安局旁的小巷里狭路相逢。这里本该是维护正义的地方，却成了黑帮火拼的战场。今天就让你们知道谁是柯桥的老大。马献洲率先扣动扳机，猎枪子弹呼啸着飞向马清波团伙。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械斗随即爆发，双方开枪互射，挥刀乱砍，刀刃碰撞的刺耳声、惨叫声、枪声交织在一起，鲜血顺着石板路流淌，染红了周边的墙壁。马清波被宋留根的人团团围住，身上被捅了20多刀，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的一名手下被猎枪击中胸口，当场死亡。双方各有10多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昏迷。这场血战持续了近1个小时，
直到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两伙人才仓皇逃窜。令人发指的是，在保护伞的干预下，这起恶性案件最终被定性为聚众斗殴。宋留根仅被传唤问话后就安然脱身。经此一役，宋留根团伙彻底垄断了柯桥至郑州的货运线路，单车运费从1至2万元飙升至3.6万元，商户们苦不堪言，却敢怒不敢言。宋留根的黑道教父名声也传遍了江浙沪地区。垄断纺织大世界货运后，宋留根的黑手又伸向了郑州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1999年秋，郑州的香蕉市场正值旺季，每天都有大量南方香蕉通过货车运抵二环道市场，利润十分可观。宋留根看中了这块肥肉，想独吞全部香蕉生意，而市场内的商户胡英杰因货源稳定、价格公道，成了他垄断路上的最大障碍。胡英杰在市场内经营多年，有一批忠实客户。面对宋留根派来的人提出的独家经营、利润分成要求，坚决拒绝。我凭本事做生意，凭什么给你交保护费？10月的一天上午，宋留根带着王庆国、吴晨光等10余名打手，手持猎枪、砍刀闯入胡英杰的办公室。当时胡英杰正在和客户洽谈生意，看到杀气腾腾的众人，客户吓得当场逃离。给你脸不要脸是吧？宋留根坐在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香蕉把玩着，语气冰冷。胡英杰刚想开口反驳，就被2名打手按在椅子上。吴晨光用猎枪指着他的头，要么交出香蕉生意，要么今天就让你横着出去。胡英杰挣扎着想要反抗，王庆国上前一拳砸在他的脸上，顿时鼻血直流。随后，宋留根让人将胡英杰绑架至市场外的一个废弃仓库，关押了整整3天。期间，打手们不断对他进行殴打、恐吓，还威胁要伤害他的家人。与此同时，宋留根的手下在二环道市场内大肆打砸其他香蕉商户的摊位，将未归顺的商户的香蕉全部推倒在地，用脚踩踏。有商户试图反抗，被打得头破血流，摊位也被彻底捣毁。市场内的商户们见状，再也没人敢反抗，纷纷被迫将香蕉生意交给宋留根指定的人经营。控制香蕉生意后，宋留根团伙随意抬高价格，原本每斤1元多的香蕉被炒到3元多，还向商户收取高额的管理费。不仅如此，他们还连续制造了228、328、330等多起血案，冒充商户，一方打砸另一方，进一步巩固对市场的控制。在宋留根的暴政下，二环道果品市场的商户数量锐减，不少商户因亏损倒闭，市场秩序彻底崩塌。1998年年初，某个托运部没有听从宋留根的招呼，从浙江托运了一批布到郑州。当宋留根得知此事后，顿时火冒三丈，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于是乎，他派手下悄悄跟着对方的车，直接把人给做掉了。总而言之，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宋留根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可谓是血债累累。当商户们回忆起这段恐怖的往事时，无不感到胆战心惊。短短几年之后，宋留根就几乎垄断了河南境内的布匹货运和托运市场。凡是敢与他抢生意的混混或者商户，无不非死即残。他也因此获得了郑州黑道教父的名号。当时纺织大世界是河南省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自从宋留根来了之后，纺织大世界逐渐走向了没落。原因就是宋留根团伙控制整个纺织大世界的托运业务之后，便大幅度提高托运价格。当时从浙江柯桥到郑州的托运价格是每公斤 0.2 元左右，而宋留根却把价格定到每公斤 0.6 元。再比如，当时市场内的卸货业务，当时规定每一包卸货 0.5 元，而宋留根团伙却要7元。此外，宋留根还成立了商会，收取保护费，光1年的保护费就达200多万元。慢慢的，纺织大世界的商户数量骤减，从2500多户减少到了600多户，年营业额也从40亿元减少到了10亿元。但不影响他的势力扩张。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手上的业务已经无法满足宋留根那过度膨胀的野心。要说搞什么最赚钱，那必然黄赌毒。1999年，其核心骨干王庆国按照宋留根的整体部署，承包了郑州市3元酒店内的桑拿与歌舞厅项目，将这里打造成了集组织卖特殊服务、开办赌场于一体的固定犯罪窝点，成为滋生在郑州城区的一颗黄赌毒瘤。为确保这一犯罪场所稳定运转并持续敛财，王庆国制定了极为严密的运作体系，在人员招募上通过威逼利诱相结合的方式，
先后控制了50余名妇女，将其强迫纳入卖特殊服务活动。在安全防范上，专门安排团伙内的打手在酒店内外全天候站岗放哨，一方面防范公安机关的突击检查，另一方面震慑闹事的寻爱男士们，维护场所内的非法秩序。在客源拓展上，通过在火车站、汽车站、娱乐场所周边发放黄色小卡片，以及借助早期网络渠道散布不良信息等方式，主动招揽客源。在内部管理上，将桑拿房、KTV 包间进行改造，使其更符合卖特殊服务活动的隐蔽需求。同时，在每个房间安装摄像头，对相关活动全程监控，防止内部人员泄露场所秘密，确保犯罪链条不被打断。被纳入该卖特殊服务网络的妇女，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或外地务工人员，其中不少人是被团伙成员以介绍高薪工作为名拐骗而来，部分不愿配合的则遭到直接胁迫。王庆国等人对这些妇女实施了近乎囚禁的严格控制，统一没收身份证，切断其与外界的正常联系，限制人身自由，明确规定每日最低业绩指标，对于未能完成指标的妇女，直接实施殴打、辱骂等体罚措施，建立严苛的奖惩机制，以暴力手段杜绝逃跑行为。曾有一名妇女因不堪忍受压迫，试图逃跑，被团伙成员抓回后遭受了严重毒打，随后还被强迫在其他妇女面前示众。通过这种恐吓方式，彻底摧毁了其他妇女的反抗意志，让他们陷入绝望而不敢再萌生逃跑念头。据后续公安机关查证，仅依托3元酒店的组织卖特殊服务活动，王庆国就为团伙非法获利数百万元。在经营卖特殊服务场所的同时，宋留根团伙还以3元酒店为核心，将地下赌场业务向周边辐射，先后在郑州中原区市场街新市场浴池、荥阳阳泉浴池以及许昌、漯河、南阳等多个地市开设大型地下赌场，形成了跨区域的赌博犯罪网络。这些地下赌场均按照专业化模式运作，配备了经过挑选的专业荷官，负责组织赌博活动，同时安排大量打手维持场内外秩序。团伙主要通过2种方式从赌场敛财，一是按赌博金额的固定比例抽头，直接从每一局赌博中获利；二是向参与赌博的人员发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而高利贷的利率往往远超正常水平。一旦借款人无法按时偿还，便会遭到暴力催收。这一赌博网络对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不少参与赌博的人员在此输光积蓄，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部分人为偿还高利贷，被迫卖车卖房，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庭破裂。有明确案例记载，一名赌徒因拖欠团伙高利贷无力偿还，被团伙打手强行打断双腿，落下终身残疾。另有一名经营小生意的商户，因沉迷于该团伙开设的赌场，不仅输光了全部经营资金，还将自己的店铺抵押给团伙抵债，最终失去生计，流落街头。为长期维系黄赌犯罪业务的运转，规避法律制裁，宋留根团伙将从黄赌及其他垄断业务中获取的巨额非法利润，大量用于拉拢、腐蚀当地部分公职人员，逐步构建起严密的保护伞网络。这些被腐蚀的公职人员或为团伙通风报信，提前告知公安机关的清查行动，或在团伙涉案后出面干预，帮助其摆平麻烦，使得这颗黄赌毒瘤在郑州及周边地区盘踞长达4年之久，难以被彻底清除。此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敢违背宋留根，他的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峰。就在宋留根高调宣布自己成为黑帮教父仅3个月后，警方就已经展开了雷霆行动。2003年，河南警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宋氏黑帮。行动中，警方采取多点同步抓捕的策略，避开团伙保护伞的干扰，在郑州、武汉、浙江、柯桥等多个涉案地同时收网，将近200名涉案亡命之徒先后顺利落入法网。此次行动战果丰硕，警方现场收缴各类枪支10余把，子弹2400余发，还查获了大量炸药、雷管等危险物品，追缴冻结赃款近1000万元，彻底切断了宋留根团伙的犯罪链条，捣毁了这个盘踞郑州近10年的地下犯罪网络。2004年，宋留根特大涉黑团伙案在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庭审当天，法庭内外挤满了前来旁听的各界人士，有曾遭团伙迫害的商户、受害者家属，也有关注案件进展的普通群众。现场人山人海，肃穆的氛围中透着对黑恶势力的愤恨。上午9时许，包括宋留根在内的62名被告人戴着黑色头套，被法警依次带入法庭，现场顿时响起一阵压抑的议论声。
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逐一出示了团伙成员的犯罪证据，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到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等多项罪名，每一项证据都清晰勾勒出该团伙的罪恶轨迹。多名受害者家属在旁听席上忍不住落泪，当庭控诉团伙的暴行。当审判长宣读一审判决，念出宋留根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多项罪名，决定执行死刑时，一直强作镇定的宋留根身体突然剧烈颤抖，随即瘫软在地。原本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脸上布满了恐惧与痛苦，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慌乱，被法警搀扶着才勉强站稳。宋留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严谨审理，于2005年作出二审终审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死刑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其死刑立即执行。当再次听到死刑二字时，宋留根再次瘫软在地，无法遮掩自己痛苦的神情。事实证明，再牛逼的黑老大，轮到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怕得要命的。2005年4月25日，对于深受宋留根团伙迫害的河南人民而言，是尤为振奋人心的一天。当天清晨，宋留根被法警从看守所带出，押赴刑场。沿途不少群众自发前来围观，有人举着扫黑除恶、大快人心的牌子，还有受害者家属眼含热泪，目送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魔走向末路。上午8时50分，随着刑场一声清脆的枪响，宋留根罪恶的一生正式宣告终结。至此，自1949年以来，河南省最大的涉黑团伙案就此覆灭。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